作为一座全国顶尖的学校，焖丘中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能在冲绳岛享受奢华的度假演习，费用完全由学校承担。而这一次前往度假的却是成绩最差的一班，和 A 班的赌约让他们赢得了前往冲绳岛的机会。于是趁着暑假，朝田、山野和前山约到学校后山抓昆虫赚经费，正好遇上了生物知识非常丰富的乔仓，他们一起合作，估计每人卖虫子能赚个1000日元。冈岛非常不屑，就这点钱算什么？他瞄准的可是100亿的沙老师，绅士冈岛自信满满的带着大家到了他布置的陷阱。只见 cos 独角仙的沙老师居然正一动不动的看着黄书，好家伙，你这陷阱给我也来一份谢谢。沙老师已经完全迷失在了色情书籍的世界里，沙老师喜欢巨乳，人尽皆知，但是这么深入研究他叉 P 的冈岛还是第一个。每座山上都存在着黄书气质点，小时候在这里捡到梦想的孩子，长大有能力买书之后就会回到这里延续梦想。冈田连续1个月不断捡黄书，研究沙老师的口味，才做出了吸引沙老师的绝对陷阱。这说明了什么？360行，行行出状元呢。有时候色情可是能拯救世界的。他在黄书下面埋了装满 BB 弹的大网，只要砍断绳索开启装置，这次沙老师绝对逃不掉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沙老师突然抬头，凸着眼珠子到处看，他一伸手从树上摘下了一只白眼睛的深山丘形虫。一见这虫子，仓桥也不管什么暗杀不暗杀了，撒丫子冲了上去。巨型独角仙和女中学生在黄书堆里蹦跶的场景，怎么看怎么诡异。见不得人的叉 P 被曝光，沙老师羞于见人，他早知道下面是陷阱，但是还是没能抵抗住黄书的诱惑。不过现在大家的注意都在那只白眼睛丘形虫上，生物中偶尔会出现一些白化个体，而丘形虫的白化只限于眼睛，所以又被称为白眼，是极为稀有的品种，价值不下10万。仓桥之前说过想看，于是沙老师帮他找到了，这下度假的经费可是够的了。距离冲绳岛的度假还有1周时间，为了暗杀计划，学生们在紧张的训练，偷懒的比奇正好被自己的师傅罗维罗抓包挨了顿骂。罗维罗是巫间专门请来的专业教练，至于沙老师跑到珠峰避暑去了。学生们向罗维罗详细讲述了他们的暗杀计划，先用之前发现的沙老师的把柄对他进行精神攻击，比如说为人师表居然搞黄色什么的，然后把约定的7根触手破坏，在全班合力将他拿下。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致命的最后射击，学生中千叶的远距离狙击无出其右，素水的动态射击非常优秀，看到罗维罗都想收他为徒。在职业杀手的指导下，学生们都找到了自己的长处，进步飞快。然而朝田最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，他们罗维罗最优秀的杀手是什么样的？罗维罗看到朝田也是一惊，这个少年绝对是暗杀的天才，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只有1个人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的代号死神，神出鬼没，冷酷无比。如果他们的暗杀行动迟迟没有进展，相信死神总有一天是会出现的。看朝田天赋异禀，罗维罗决定教授他一招必杀技。就这样，南方岛屿的暗杀行动拉开了序幕。从东京乘船出发6小时之后，一班到达了此次暗杀地点冲绳岛，入住豪华酒店，享受沙滩阳光。集体暗杀行动定在了晚饭过后，下午则是和京都旅行时候一样的分组暗杀游戏。趁着一个组和沙老师玩的时候，其他组抓紧考察周边地形环境，因为周边都被一班包场了，所以穿着性感泳衣的比奇根本没有出镜的机会，只好转头去骚扰巫间，被巫间一个公主抱扔进了海里。1天的游玩之后，防晒工作不到位的沙老师直接被晒成了黑炭。沙老师得意洋洋，一蜕皮恢复原样，退完之后才想起来他为什么要找被暗杀的前夕用掉自己的杀手锏。学生们都扪心自问，他们到底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杀掉这个死蠢的章鱼？晚饭在摇晃的船上进行，为的是让晕船的沙老师实力削弱。机关已经全部布置完毕，同学们都在紧张的等待暗杀时刻的到来。晚饭之后，晕船的沙老师被带到了和酒店分离的水上小礼堂，这场迄今为止准备最周密、最有可能成功的暗杀就此开始了。首先是精神攻击，然后触手破坏，最后群起殴之。沙老师同样也在判断四周的情况，礼堂的四面环海，四周和墙壁很可能被埋入了特殊物质，逃离风险很高，而且远处的山里传来了千叶和素水的气息，应该是埋伏起来伏击的。沙老师暗自得意，没想到电视一开，他傻眼了。班里的同学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才能。三村趁着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加班加点剪辑出了制作优良的沙老师羞耻机密录像，什么偷看熟女小黄书、女装混入女性限定蛋糕店、分身排队领卫生纸回去油炸吃等等等等。沙老师的秘密曝光，羞耻不已，同学们还在旁边添油加醋。1小时之后，沙老师彻底的社死了，他已经没脸活下去了，因为太过羞耻，沙老师没有发现此时的海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脚面。学生们截短了礼堂的支柱，导致涨潮之后海水倒灌。沙老师暗杀计划时开始，7名单科第一围上，打断7根触手，4名同学开着游艇四散狂奔，扯开礼堂屋顶墙壁。紧接着13名同学踩着飞板从水下飞出，围成一圈，组成水压牢笼困住沙老师。沙老师很难应对急速的变化，从潮水到水压牢笼都是为了让失去触
握手到沙老师产生混乱，其他同学迅速持枪上岸，在沙老师周围1米的范围疯狂射击。沙老师能躲开子弹，那么他们就偏不射中，围绕他形成密集弹幕，进一步截断后路。接下来就是千叶和素水的最后一击，他们根本不在山上埋伏，而是早就潜入水中，故意在山上放置沾满气味的替身，为的就是让沙老师警惕山上，而忽略周围。2发精准的子弹直射沙老师大脑，他根本避无可避。而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，距离沙老师被砍断触手仅仅过去了1分钟，瞬间以沙老师为中心形成了巨大的爆炸，溅起的水花掀飞了周围的学生。爆炸过后，沙老师不知所踪，大家紧张地监视着水面。突然，一处海面上冒起了气泡，随后一个装着沙老师脑袋的圆球安然无恙地浮了上来。这是他杀手锏中的杀手锏，完全防御形态。外侧部分是高浓度能量聚集的结晶，将肉体压缩的极限，再用其余能量包裹肉体，变成这种形态的他就是无敌的，就连核弹都无法击穿。但是这种能量结晶会在1天后自然崩坏，到时候他的肉体会膨胀再生，而且在这1天之内他是完全无法动弹的。如果把他装上火箭扔进宇宙就完蛋了。当然，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能在24小时之内实施这一计划的火箭。不过沙老师动弹不得，就意味着可以对他为所欲为。这就到鬼点子最多的赤羽出风头的时候了。赤羽扬言要把沙老师塞进大叔的内裤里，无间装起沙老师，打算和上司商量对策。这场计划无比周密的战斗没能杀掉沙老师，可以说是学生们的完败。但是沙老师还在鼓励学生们，毕竟就算是世界顶尖的军队，也不能将他逼到如此绝境。但是这种全员使出浑身解数的一击，却未中靶的打击，还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。大家闷闷不乐地回到酒店，阿绿用高速镜头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这次暗杀的过程。其实千叶和素水在开枪的瞬间就明白了自己没中靶，这枪杀不掉老师。即使之前已经训练了无数次，但是真当开枪的时候，他的手还是止不住的颤抖，视野也变得狭窄了，绝对不能射偏的压力，仅此一次的机会，他们2人都在最重要的时机产生的失误，才使沙老师抓住机会转变形态。大家累得够呛，1-2个萎靡不振。朝田突然发现了不对，就算再怎么累，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。中村直接在他面前倒下了，忽然浑身发烫，动弹不得。无间听到动静出门一看，1半的同学接连倒下。而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一通来电，对方正是犯人，他给学生们下了人造病毒，只需要1周，中毒的人就会因为细胞松散而死。只有他手上有疫苗，条件就是无间手上的沙老师。他要无间派出还能动的学生中最矮的1对男女，在1小时之内将沙老师送到岛上最高处酒店顶层换取解药。一旦联系外部或者迟到，他就会立刻销毁解药。无间气得砸沙老师泄愤，这凶手明显知道他们今天的行动，想来个渔翁得利。且那座酒店也是政府盯上的违法交易所，高层涉足其中，警察也无法插手。岛上太小，根本没有医院，把学生们送出岛风险又太大。如果沙老师是日常状态，可能还有办法，但现在这种情况根本不能指望他。而且就算是交出沙老师，也不能保证对方真的履行承诺。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际，沙老师提出了一个方案，他集结了所有还能动的学生，留下2人照顾患者，将剩下的人带到了高层酒店下的一处垂直崖壁前。阿绿通过入侵网络搞到了酒店内部布置和警卫图，酒店正面和领地有大量警卫，不通过前台进入酒店是不可能的。只有这处悬崖上有个入口，因为地形太过陡峭，所以没有警卫。如果不想任人摆布，那么现在只有一个方法，从这里爬上酒店，袭击顶层，夺回解药。